掏鸟窝竟然掏出价值50个亿的国宝，还是3名小学生干的，让整个考古界都无地自容。据说光珍珠就有4万多颗，还有一件绝世珍宝惨遭焚毁。3名小学生究竟发现了什么国宝？损毁文物又该如何处置呢？1978年，江苏苏州3名小学生放学后闲着无聊，就决定去掏鸟窝。这可是小时候为数不多的娱乐活动。让他们没有想到的是，这个决定将影响他们一生。不过现在可不能随便掏鸟窝了，一不小心就会犯法。一开始3个人也只是去树上找目标，可有的树太高了，费了好大的力气，离鸟窝也还有好几米远。有人就提议还是回家吧，说白了还是太高了，心里都有点害怕。可走着走着，一座废旧的高塔就引起了他们的注意，而且仔细听，上面还有鸟叫的声音。有人就灵机一动，称这塔上面肯定也有鸟窝，我们去瞅瞅吧。一行人跑着向那座古塔奔去，等到了塔下，有个小学生就退缩了。毕竟是已经废弃的一座塔，平时里面也没有人，怎么看怎么有点恐怖。然而一旁的2个同伴却表示，3个人一起有什么害怕的？有一个人还悄悄和他们说，他听奶奶说过，这座塔还是一座宝塔，里面说不定还有什么宝贝呢。这一番话立即引起了其他2人的好奇心，于是便说说笑笑地向上爬去。因为里面很黑，他们只能摸着墙向上爬。爬到第3层的时候，一个小学生突然发现手摸着的墙有点松动，于是他惊呼道，这里有个机关，里面会不会有什么宝贝？3个人高兴得不得了，早已经将去塔顶掏鸟窝给忘到了脑后，然后开始奋力的搬砖。没一会儿，塔墙就被拆开了。让人没想到的是，后面竟然是一间密室。强大的好奇心让他们忘记了害怕，朝着密室就走了过去。里面放着一个大的木箱子，跟他们的身高差不多了，上面还画着一些奇怪的图案。为了看清上面的东西，3个人合伙准备将箱子给搬出去。结果意外还是发生了，箱子一不小心磕到了墙上，里面的东西哗啦啦地往下掉。在等他们打开的时候，里面的景象让他们大吃一惊，竟只放着一个形状似小塔的物件，而且因为刚才的碰撞已经4分5裂，在他们眼中这就是一个破烂。不过在一个角落，他们还发现了一堆类似纸张的东西，为了想要看清上面的字，还随手撕了一张点燃照明，可没想到却闯了大祸。掏鸟窝掏出价值50个亿的国宝，还是3名小学生干的，让整个考古界都无地自容。据说光珍珠就有4万多颗，还有一件绝世珍宝惨遭焚毁。3名小学生究竟发现了什么国宝？损毁文物又该如何处置呢？市里的文物保管所听到消息以后也是十分震惊。这座宝塔名叫瑞光塔，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。他们早在20多年前就已经勘探过了，不可能有什么文物。然而当3名小学生带着他们走到藏宝洞以后，他们都震惊了。地上的塔砖清晰地刻着天宫，洞口还立着一个1米多高的木箱，上面刻满了栩栩如生的精美图案。打开木箱，里面还嵌套着一个木盒，比外面的木盒做工更加精致。专家的呼吸都变得紧张了起来。难不成里面放着的是佛家至宝舍利不成？专家小心翼翼地打开里层木盒，里面是一座宝塔，上面镶着大大小小的珍珠。虽然已经4分5裂，但还是依稀能看出原本的风光。而且根据外面木盒上写的文字，可以知道这竟然是传说中的珍珠舍利宝洞。经过复原，宝洞恢复了原本精美的模样，整体使用上好的金丝楠木雕刻而成，上面刻满了各种具有佛门意象的图案，甚至上面还有数不尽的宝石，更有多达4万颗珍珠作为装饰，可以说是豪华至极。顶端的塔顶安放了一个水晶球，周身缠绕银丝火焰光杯，可以说是巧夺天工。更加令人震惊的是，
这件被小学生们当成破烂的物件，估价甚至超过了50亿，而它也成为了苏州博物馆的镇馆之宝，因为太过珍贵，也被禁止对外公开展出。苏州博物馆展示的也只是一件仿品。在一堆灰烬中，专家还发现了一堆经书，每一本都十分珍贵，而且所用的纸张也十分有讲究，名为壁纸，是一种用桑皮特制的防水纸张，时隔1000年依旧保存完好。让他们感到庆幸的是，调皮的孩子只是烧了1卷经书，其他6卷都完整的保存了下来，也是难得的宝贝。更加令人惊喜的是，在天宫中还放着佛家之宝舍利子，整整9颗，静静地躺在精致的葫芦小瓶之中。虽然文物遭到了损坏，但也是孩子无意的行为，甚至这些国宝的发现也是他们的功劳。正所谓赏罚分明，当地政府既对他们进行了教育，也给了相应的奖励。这座宝塔也名声大振，成为了当地的网红旅游景点。您对这件事有什么看法呢？